这里是四川最神秘的山洞，据说是上古大神二郎神修炼的地方。洞中还有很多奇怪的雕像，相貌怪异，让人浑身发麻。洞中还有人生活过的痕迹，有厨房、灶台，还有房间，但是已经破败不堪。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为何人去楼空？问了当地老人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去一探究竟。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泸州阿波。今天来到四川的深山里边，我们在对面那个洞里边发现有奇怪的建筑，而且里边好像还有很多的泥塑出于好奇今天我就带着大家我们过去看一下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在四川这个地方已经下雨然后下了好多天了，今天呢终于出了一点太阳，而且还有一点热。你看我把外套都脱掉了，穿着这个毛衣我们过去。你看这种石头特别的厚整块的，这个要是拿下来去打一个什么杯然后特别好，而且这个石头特别硬。前面这儿有道门，我们从这儿过去。嘿，这道门应该是修来然后关过羊子了。你看下面这个地上全都是羊脚印，这个牛怎么样也能值个1万来块钱吧，这么大一条，但是头母牛我感觉好像已经迷路了。我在这片森林里边，你看来回的穿梭，但是就是没有看到去那个地方的路太不可思议了，有点邪门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悬崖绝壁上来了，从那儿下去看有没有在下面。还好有这一群羊帮我带路，终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个位置，好神秘你敢相信吗？我身后这大片植物它会咬人，你看只要你手刚刚放上去，它就会咬你一口，而且很疼，一疼就是一整天。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不听话，老师经常拿这个东西打我的手，打我的屁股，哎呀，真的是很疼你们知道这个究竟是什么吗？你看它的外面还有这种木板围的这个围墙，不知道是围来干嘛。它的门口还有一根很大的树，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天然的溶洞你看特别大。这儿有道门，从这儿进来。哇，你看土房子，还有一道门，石梯，看上去非常的神秘上面有2个字羊洞，应该这边还有一个字掉了。这门口还有一尊这个神像，这个应该是门神吧，坐在门口。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来看这边，这个墙上还有壁画，还有诗，但是已经坏掉了，脱落了。我们去里边看一下。这地上好多羊屎哇，好大这里边。你看这些柱子都是木头做的，上面还有一楼，但是好像已经毁坏了。你看这根柱子它都已经弯了，要不然多久应该会塌掉。
还有2张桌子，这个摆放吃的。中间这一尊是弥勒佛，看他手上拿那个串，我就知道了。弥勒佛就经常笑，笑口常开，但是已经面目全非了啊！头顶上好像已经脱落了，这儿还通电了，还有电灯。看一下这边，这边是个厢房啊，都是用木头还有那个土，就是土木结构的。金宋星辰，应该是诚心诵经吧。这儿有3个神像，墙上还有壁画，这个感觉有点像道教里边的人物啊。佛教的话，它没有这种人物的。你看，他是头发是盘起来的，胡子这么长，穿的衣服就是道教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服饰，就是一种发型。你看下面这个神龛上还有壁画，还有一个柜子。我们看一下这边，哎，这道门是锁起来的吗？看一下这里边有什么。哎，锁起来了。这里面堆放的是杂物。这儿还有一块碑啊，佛光普照。这里面居然还长了植物啊！你看，还开花了。看一下这边，还有几个抽屉。还有一个碗，嘿，这个碗怕是古董哦，你看，这儿写的有哦，但是我不认识，上面写的是篆字。看一下这边，这边还有很多的瓦片啊，这个瓦片应该是当时这个房顶上面，然后把它拆下来放在这儿的。你看这墙上还有2个神像，南海观世音菩萨，画的非常像。这个地方应该是当时的一个厨房吧？你看，那有个饭字，这儿应该是原来就是把这个饭菜从这儿拿出来。你看，自觉排队，是个厨房。看一下厨房里边有什么。这是一个灶，很大，3口大锅在上面。这是当时装碗的一个碗柜，放工具的。这个是当时放筷子的，你们看一下，这上面这个筷子生霉了，好久没有人来了。几个坛子，这个是水缸，当时装水的。这儿还有一道门呢，出去。在这上面，当时是烧柴火，这儿全是柴。你看这个灶，这个地方为什么看上去刚刚有人在烧火的这种情况呢？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好久没人来了呀。这有个洞，这个应该是当时排水的。这上面还长了这种植物啊，朋友们，有知道是什么吗？你看。长在这个岩石上面，而且上面是没有泥土的啊！你看，非常的顽强啊，这个生命力，还开花了，你看，太漂亮了。我们看一下最里面有什么。这个洞也是特别大的啊，这儿还有3尊神像，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西方三圣吧，我也认不出来哈。你看旁边还有2个这种佛陀在这儿。你看这个油灯看上去非常古老了。这一尊
有点像那个地藏王。哇，这个洞好大呀！这儿有道土墙，这个土墙是搞来干嘛的？你看一下。哦，这上面是一个台台，这个应该是原来的，用黄土夯住的。上面原来应该有个小庙，或者是有一个神像哈。看一下这里面。哇，这个洞特别大，特别凉快。这儿还有一根水管是干嘛的？我们看一下。诶，这个地方平时吃水应该是从这里边，然后抽出来的。你们听到有滴水的声音没有？我们去看一下外面，上面还有一层。它这儿有个小房间，平时睡觉的，特别小，还有一个小的柜子。这个楼顶呢已经是塌陷了。这当时睡觉的一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崖壁上面，一杆这样的床。这儿还有2个神像，上面还有只羊，这边都是搞了围起来的。你看这外面特别大，上面这个位置还有一层，但是不知道从哪儿走上去哈。看到那里有一根这个绳索，应该从那儿爬上去了哈。这上面还有一层，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哎，这是什么像啊？有人知道了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哦。走吧，往上面走。它这儿有个房子，这儿还有2尊神像，还有好多红布。这个神像应该是财神爷，你看手里拿了一个元宝，拿了一根金鞭，有点像赵公明、五财神。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这是平时睡觉的地方，这里面堆放了好多的地屑，还有个大广播，这还有个柜子，这里堆放的都是一些冥纸。看一下这边，外面是一只羊，这一尊是什么神像？这骑的是一头牛吗？什么神像才骑的是牛啊？我记得只有太上老君骑的才是青牛。
有知道了吗？火盆儿。这儿还通电了，看到没有？有电线进来。看一下最上面这层，这儿还有一口钟，还有一个很大的鼓。这个是敲鼓的，这个是天然形成的哈。中间这个就是烧香的一个智库塔，还有这个莲花瓣的这种拜台。这儿有一排神像啊，但是我是真不认识啊，他们的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中间这尊是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这边就是童子了。这一尊是谁呢？包了一个小的，形态各异。这儿还可以抽签。我摇了很多出来。50夫妻，16马到成功，329什么渭水访邪，45小鬼偷钱。这一切呢？推车靠岸。哦，这一本书就是刚刚摇这个签，抽到签，比如说这上面有26青龙得位，那么我们就要从上面去找26哈。你看，全部写明白的。这儿是个很大的崖壁。这个地方居然还有水啊！这个水是从这里边流出来的。你看，果然这上面不插水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在这个崖壁上啊，长了很多这样的植物啊。你们看啊，而且还开了花，这个花特别漂亮哈。哎，它这儿还有个箱子，锁起来了，上面还有一层，看一下。这里有一排这种神像，上面写的有一块匾在上面啊，青狮凤玉环，海水浮白羊，什么意思啊？上面这一尊有点像玉皇大帝哦。
下面这排神像我是真的一个不认识，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认识的？这个手里拿了个桃子啊，这一尊我是真的一个不认识啊。这个有点像太白金星。这个应该是财神吧，手里拿了个金元宝。这一尊真没看到过。后面这个位置墙崖壁上有一条龙，大家看到没有？一条龙。这个手里拿那个桃子，拿那个圈儿，拿抓三太子嘛。看一下这后面，很大的一个洞，好深啊！这个回音特别大。这个地方呢，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历史。为什么在这个洞里边有佛像，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造像？我们只有去问一下当地的老人，看一下这里到底有什么传说故事，走吧。刚才大爷说了，这个洞呢非常有历史，有几百年了。他从小呢这个庙就有了，因为后面经过某种事情毁坏了，后面他们又重建了哈，是一座古庙。但是这个洞呢，它有个传说故事啊，就是说，古时候这里是干旱，然后二郎神呢看不下去啊，就在这里设了3箭，上面有3个洞，设在仙女洞、白羊洞，下面还有个黑洞。射了3箭，最后呢射在黑洞，把水射出来了。然后这里方圆100里啊，所有的这个农民伯伯啊，他们都有水灌溉农田了。这是个美好的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现在为止，朋友们，拜拜。